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湖南岳阳。听到岳阳这两个字，大家首先想到是岳阳楼吧，江南三大名楼之一。另外两个是南昌的滕王阁，还有武汉的黄鹤楼。另外两个我们都去了，今天就来看一下岳阳楼。但是有一点，我们去黄鹤楼、滕王阁，大家都在说啊，本地人都不去，只有外地人才去，因为黄鹤楼跟滕王阁大部分都是水泥建造的，而现在这个岳阳楼呢，当地人说也不会去。那岳阳楼的材质啊，可能是不太一样的。今天我们就来探索一下。像后面这里有一个景点呢，就设置了，复原了一些岳阳楼的图形，就是每个朝代的，像元代、明代的这个岳阳楼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就先来简单的看一下，然后在这里面走一走，讲一讲岳阳楼的故事。这个是明代的岳阳楼，因为岳阳楼包括古代的建筑，每个时代、每个朝代都有不一样的特色、不一样的外形。像明代的岳阳楼大概是六角形、六边形，而这个岳阳楼呢，就是属于元代的，在明朝之前，所以有点区别吧。它这个有点像我们说的像四方形，这个模型呢就是属于清代的岳阳楼，所以每个时代都不一样的。岳阳楼具有中华民族传统建筑艺术独特风格和非凡成就的杰出代表，象征了中华文明5000年积淀的文化呀。上面这个岳阳楼3个字是康熙所题呀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模型啊，是唐宋元明清的岳阳楼的模型，都是属于青铜制造的。那个是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青铜模型建筑群呢，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的不同建筑艺术风格和建筑文化。因为每个朝代的岳阳楼都不一样，有些是3层的，有些是2层的，特别是宋朝的是最不一样的，最有代表特色的。这个是宋朝的那个岳阳楼，是根据怎么来的呢？是根据那个宋太宫廷画院岳阳楼的那个图为蓝本而铸造的，模型平面呈长方形，匾额的那个上面呢，岳阳楼呢也是宋代的书法家所写。宋代的建筑啊，开始呢比较秀丽，注重装饰，少了唐代的宏伟壮观，特别是那个屋顶的形象啊。我们刚才看了5个朝代岳阳楼的模型，那其实真正的岳阳楼呢，现在保存下来的基本就是在前面是清代遗留下来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岳阳楼跟那个黄鹤楼、滕王阁有区别啊。另外2个是水泥制作的，这个可能还是原版经过修饰的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一些那个碑廊，就是当年很多人写的关于岳阳楼的一些诗词诗句，然后现在把它雕刻在这里。可以这样说，岳阳楼能够出名，能够遗留这么多东西，其实就跟这些诗词有关，就跟黄鹤楼跟滕王阁一样的。正是因为有很多文人墨客去了，留下墨笔，所以才能这个也流传千古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岳阳楼记其中的2句。可以这样说吧，岳阳楼能够这么有名，能够流传千古，可以说岳阳楼记有很大的功劳，就是范仲淹写的。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有一点要了解一下，范仲淹并不是在这个岳阳楼这边写下《岳阳楼记》的，是公元1044年，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，给范仲淹寄去一封求记书和一幅洞庭秋晚图，恳请范仲淹为岳阳楼奏记。所以呢，1066年，范仲淹写下了千古名喷岳阳楼记，也就是说他是根据这个图来写的，就那幅图啊，就使范仲淹感觉身临其境一样的，可能就是后面这幅图。说到范仲淹呢，我们再说一句题外话，我们前几天去了那个曾国藩的故居和左宗棠的故居。左宗棠的谥号是文襄，那个曾国藩的谥号皇帝给的是文正。然后这个范仲淹呢，同样也不例外啊，他在北宋是改革家，好像是官至宰相。当时他死后，皇帝给他的谥号呢是文正，文臣里面谥号应该是排第2的，就是文正。所以呢，他的历史地位也非常高。因为有了他的这首《岳阳楼记》，可能才更出名、更流传，要不然就不会那个这么出名。就像那个南昌的滕王阁。说到这个谥号，我们再说一句，那最高的是一个单独文字，那谁得过呢？就是宋朝的改革家，也是官至宰相的王安石。他死后，朝廷给他的谥号是文，这个是文臣里面荣誉最高的，也就是朝廷肯定了他的历史地位，肯定了他的功绩。旁边大家知道这是哪里吧？眼前这里是长江，旁边一点呢就是洞庭湖，洞庭湖的水啊入长江，这个大家都了解了。长江的话，到处都能看到啊。武汉黄鹤楼也是在那个长江旁边，
而滕王阁是在赣江旁边。这是一个牌坊，上面写的是南极潇湘，下面还有副对联，这个对联写的是南极潇湘千里月，北通巫峡万重山。这个对联是清代的张照所写的，意思是说啊，洞庭湖往南可以湖南的三湘大地去欣赏潇湘月色，往北可以通过长江进入到长江三峡中的巫峡。前面那里就是岳阳楼，这个岳阳楼跟黄鹤楼还有滕王阁有什么区别呢？岳阳楼没有滕王阁那么高啊，也没有黄鹤楼那么高。岳阳楼跟黄鹤楼好像是我具体忘记了，它大概里面是9层还是多少层，外面看起来像5层一样的。但是这里呢就不一样，它现在在整修，听说里面可以参观，外面是看不了的。我们在外面看这个岳阳楼是有3层，里面是多少层呢？岳阳楼与湖北武汉的黄鹤楼还有南昌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3大名楼，是其中唯一保持着清代原构的史迹，因其建造年代之早、自然风光之秀、建筑工艺之巧。岳阳楼主楼呢为纯木结构，应用榫卯结构的，整个楼宇由4根金柱、12根廊柱和20根砧柱支撑，这上面的屋脊啊浮雕栩栩如生。岳阳楼始建于公元220年前后，其前身相传为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鲁肃的月经楼，西晋南北时称为80层楼。中唐李白赋诗之后呢，开始称为岳阳楼。千百年来，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登览胜境，书写、吟诗、作画。登岳阳楼呢，可以游览800里洞庭湖的湖光山色。在岳阳楼的前方啊，就是洞庭湖。因为岳阳楼啊就在洞庭湖的西岸，特别是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啊，360个字，我们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字字珠玑啊，成为千秋绝唱。所以说嘛，正是因为有了这篇文情并茂的《岳阳楼记》，岳阳楼才能够声名远播，传承中外，成为千古名楼。岳阳楼经过这么久，整个的话损毁、重修、新建，大大小小的经历了差不多40次，所以呢，它这个历史源远流长，从我们说的三国开始到现在，修了太多次了，而现在是保留的完整的，就是清朝的。我现在在岳阳楼里面呢，这个就是岳阳楼记，整个这个岳阳楼80%、90%的建筑还是原来的保存的，并且呢，它修建的地址呢也是在原址原物，所以说它这个岳阳楼现在的建筑啊，离现在我们大概有100多年，所以说这个是真正的我们说的文物古迹啊，就跟滕王阁以及黄鹤楼是不一样的。它这个楼啊，全部是榫卯结构建成的，所以呢，就是古代建筑的一种特色，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我们说的文化手艺。这些建筑尽管是经过翻修，但是呢，基本是清朝的建筑啊。外面就是我们说的长江洞庭湖，它这个是属于在洞庭湖的西岸。由于这个岳阳楼靠近江边，所以呢，这里相当于是个码头，可以看到从江边到岳阳楼是要爬一个阶梯上去的，这个一样的。旁边有很多小船，以前呢，古时候很多人从长江到岳阳楼，那些文化人或者诗人就是通过这里上去的。